末世文女主善心大发，偷走我拼命换来的药剂，救了路人。失去解药的妹妹痛不欲生，沦为丧尸后被击毙，而乖卵小白花则因救人善举名利双收，从此成为团宠。面对质问，林雪不服气的软软埋在男主怀里，哭得小脸通红。我只是想救人，难道善良也有错吗？解药而已，我赔你一瓶就是了。他委屈可怜，却趁我不注意，狠狠将我推入丧尸堆。再睁眼，我回到女主偷拿药剂前，这一世我靠废物异能逆袭拯救末世，步步为营，捏碎他的主角光环。命而已，下辈子我赔你一条就是了。黑暗星汇的废土上，丧尸正咀嚼着人类的新鲜血肉。我死的那天，对这世界来说是值得普天同庆的一天。千方百计才查到当年偷走药剂的人，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找林雪讨回公道。可此时的他凭借当年英勇善举，早已成为末世基地里的特级研究员。众人知道真相后，仍然拼了命维护他，义愤填膺地唾骂我：林雪小姐是基地研究员，为全人类做出那么大贡献，凭什么向你道歉？拿你一瓶药剂就闹成这样，还复仇，至于吗？能不能像小雪一样有格局点？你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好处？你这种利用亲人谋利的人我见多了。而身为罪魁祸首的林雪则被人死死护在身后。面对指控，她小脸煞白，显得极其无辜，圆润的杏眼里蓄满了泪。沈瑜，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救人而已。难道善良也有错吗？如果回到当年，我还是会救那个孩子，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解药我可以赔你，你想要什么都行，只要你肯原谅我。他越想越委屈，鼻尖微红，眼尾染上水汽，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顺着白软的脸颊滚落。作为末世文女主，她总是那么正义高贵，清清白白，问心无愧。我嘲讽地扯了扯嘴角，露出眼中的恨意，怒声质问：赔我解药，赔我解药，我妹妹就能活过来。那个孩子的命是命，我妹妹的命就不是命。你明知道自己靠偷走我妹妹的救命药爬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还装什么无辜好人？想起地下室那滩乌黑的血迹，我心中积攒的恨意翻滚，忍不住颤抖起来。在我铺天盖地的谴责下，林雪被齿咬着软嫩的唇，扯出一抹极其难看的笑。众目睽睽下，她忽然弯了膝盖，想要在我面前下跪。都是我的错，都怪我太想救人了，是我不够冷血，不够铁石心肠，行了吧？你要是不解气，那我给你跪下磕头行吗？只是他还没跪到一半，就被身旁的男人霸道拦住。那人是基地首领，也是末世10年人类最强异能者麒麟。他们爱意汹涌，早已圆满幸福的在一起。麒麟周身寒意四散，心疼的将哭得快喘不过气的女孩揽入怀中。傻瓜，被人欺负了都不找哥帮忙，嘴怎么那么硬？他好笑地拍着她的背安抚，低头温柔吻走林雪脸颊的泪水，而望向着我时，却又仿佛在看一具尸体。他淡漠清高，随意在掌心凝聚了一道雷火。闹够了没有？适可而止。我的人，谁都没资格让他跪。紫色雷电猛地窜入我的体内，我闻到了身上皮肉的传来阵阵焦味，四肢麻木，无法动弹。剧痛几近摧毁我的理智，无法抵抗，因为我的异能很弱很弱很弱。正当他要继续动手时，埋在他怀里啜泣的林雪却拦下了他。他细白漂亮的指尖攥着他的衣角，乖巧地眨巴着眼，软声道：阿林，我不想你为了我双手沾上鲜血，我不能永远活在你的保护下，我也要学会成长。你说的对，我不能再软弱下去了。说罢，他深呼吸，似乎鼓足了勇气，颤抖着手闭上双眼，将我狠狠往城墙下一推。顷刻间，我被嘶吼着的丧尸群淹没，血肉被一点一点撕扯啃噬。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妹妹的身影出现。死亡来临的刹那，城墙上传来众人热烈的欢呼声。也是这一刻，我才知道这世界是本末世言情文，麒麟与林雪就是书里的男女主角，而阴暗又疯癫的我，在他们传奇的人生中只算个毫不起眼的作死小反派。如今反派死在主角手下，当然要普天同庆。现在是新纪元1年3月21日早晨6点，昏暗地下室里满是灰尘的气味，基地时间播报声将我从昏迷中唤醒。我揉着发痛的太阳穴，猛地从地上坐了起来。旁边狭小床板上，一抹瘦弱的身影正发出微弱的喘息。姐姐，我好疼。年仅5岁的女孩脸色灰败，隐隐发青，两颊凹陷，瞧上去意识模糊。
我恍恍惚惚看着这一幕，觉得有些不真切。妹妹10年前不是已经死了吗？嗡嗡嗡，对讲机传来的震动扯回我的思绪。我低头查看，上面简单的记录着一条短讯：任务大厅，领取解毒药剂，领取药剂。临死前被丧尸撕裂的阵痛挥之不去，一股寒意疯狂上涌。我当即意识到自己重生回了10年前，回到了那个宛如噩梦的时间点。这一天，女主林雪会为了救路人而滥用职权，偷走我的药剂。这一天，我的妹妹会因为失去药剂沦为丧尸，被无情击毙。小林乖，再坚持一下，一等姐姐回来。抱紧床上的妹妹，在她滚烫的额头上亲了亲。紧接着，我顾不上穿戴好衣服，以最快的速度狂奔出了地下室。现在是早晨6点，一切都还来得及，我一定能拿到药剂。6点40分。我气喘吁吁狂奔到任务大厅门口，不料却看到一抹娇小玲珑的身影鬼鬼祟祟溜了进去。那人穿着简单的研究服，银白的小脸上盛满了焦急，月牙眉下杏眼圆润，略带着婴儿肥的脸颊上有枚浅浅的梨窝，活脱脱一个娇憨美人，是林雪。只见她轻车熟路地摸向大厅保险柜，有些紧张地哆嗦着手指输入密码。拜托拜托，老天保佑药剂千万别被人领走呀！那个小男孩太可怜了，我一定要救他。闻言，我心底的恨意疯狂翻涌，下意识握紧袖里的长刀想冲进去，不行，还不是时候。最后关头我还是忍了下来，弯腰捡起路边的小石子，狠狠砸向窗台。嘟嘟嘟嘟，尖利的警报声响起。林雪像只受了惊的无辜小白兔后退几步，等负责人睡眼惺忪地跑出来时，他又赶紧装模作样恢复了正常脸色。小林研究员，你这么早来是有什么事吗？负责人没想到他是来偷东西的，只以为研究所里有什么特殊任务。林雪不太会撒谎，但想到自己答应了那对路人母子会帮他们拿到解药，他又倔强地握紧了粉拳，给自己暗暗加油打气。陈主任早上好，研究所临时要调用这里的解毒药剂，1瓶就好，红头文件我没带，你通融下，我下次来补。安静的大厅里，女孩弯了弯唇，露出无害的笑。末世基地中研究所权限很大，负责人当即点了点头，转身打开了保险柜。只是当他从里面取出唯一1瓶淡绿色药剂时，他皱起了眉头。小林研究员，今天这药剂只来了1瓶，但按照登记信息，他的所有权属于基地 C 级公民沈瑜，就算有红头文件，你也调不走了。一听说拿不到，林雪错愕地张着湿漉漉的眸子，雾气朦胧，感觉下一秒就要急得哭出来。她可怜兮兮低下小脑袋，细白的指头不安地绞着衣角。可是，陈主任，我求你了，研究所要它有非常重要的用途，如果耽误了，谁也承担不起。说不定那个沈瑜根本不急着用呢，我明天就把药剂给你补回来，他不会发现的。在他的苦苦央求下，负责人最终还是心软地递过了手中的药剂。那行吧，你记得，你好，我来领取药剂。千钧一发之际，我迈入大厅，打断了他们的对话。眨眼间，透明玻璃瓶落入我手中，里面淡绿色的液体不断晃荡。林雪小声惊呼，有些生气地蹙了蹙眉头。你是？哦，我就是沈瑜。提交身份证明，在登记表上签字，转身离开，一气呵成，干脆利落。只是没走多远，林雪追出来，用白嫩的小手扯住了我的衣角。她脸颊憋得通红，支支吾吾的又想把糊弄负责人那套说辞搬出来。我们研究所啊！泛着寒光的刀尖猛地落下，林雪脸色煞白的缩回指头，她眸中泛起盈盈泪光，对上我杀气腾腾的眼神时，委屈的不得了。实话和你说吧，基地里有个孩子被丧尸咬伤了，我要你的药剂，是想救他。说这话时，他骄傲地仰着小脑袋，仿佛自己是伟大的正义使者。你看，即使身处人心叵测的末世，但作为软白甜女主的林雪依然像张干净无瑕的白纸。她总是不遗余力，不惜一切代价地帮助别人。但是关我什么事？滚！我面无表情绕过她，压下心底浓浓的杀意，快步离开。推开门的刹那，我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自己会看到前世那幅惨烈的画面，但所幸没有。妹妹沈玲还是乖巧安静地躺在那张干净的小床上，她呼吸极浅，听到动静后勉强撑开眼皮子看了我一眼。姐姐，我回来了。小玲没事，没事了。我将女孩瘦小的身躯搂在怀中，将药剂注射进她的颈动脉。
肉眼可见，他巴掌大的小脸上原本遍布的青灰死气逐渐消散，怀中沈灵的呼吸逐渐平稳，慢慢陷入了深度昏睡。药剂中的抗体在吞噬他体内的丧尸病毒，很快他就会好起来。失去了10年的妹妹现在安然躺在我怀中，我仍然觉得有些不真实。昏暗的灯光中，我低头将脸贴在她额头上，静静感受着她温热的呼吸。我做到了。肩膀上的剧痛传来，我这才发现自己的伤口不知何时裂开，血液浸湿了衣衫，但这点痛比起上辈子被林雪推入丧尸群撕咬致死来得轻得多。这一时我倒要看看没了我的药剂铺路，林雪要怎么步步高升，走向人生巅峰。重生归来，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变强，我要保护沈灵。无论是林雪还是麒麟，我都一定要杀了他们。我不要和和气气讨什么公道，我要替沈灵复仇，我要替枉死的自己复仇。扣扣扣！忽然间，地下室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我小心翼翼把熟睡的妹妹塞回被窝里，掖好了被角，才起身拧着眉头去开门。有事吗？地下室里的光线微弱，但狭小过道里3人的身影却清清楚楚。沈瑜小姐，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他还那么小，你不把药剂让出来，他真的会死的。我给你磕头好不好？你可怜可怜我们母子。陌生女人怀里抱着个7、8岁的孩子，直挺挺跪在地上，声泪俱下地望着我。而站在他们身后的是林雪，很明显是她带着那对被丧尸咬伤的路人母子找上门来了。沈瑜姐姐，这可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你怎么忍心？我是基地里的研究员，这瓶药剂就当是我欠你的好不好？过几天我一定赔你2瓶好吗？沈瑜姐姐，你交出来吧，你一定不是那么冷血的人，对不对？情急之下，他的嗓音有些大，引得地下居室里其他人都纷纷探出头来围观。我皱眉抬手掩上铁门，生怕熟睡的妹妹被打扰。这番话林雪说的既真诚又动人，周围人听了无不为之动摇，但我的内心却没有半点波澜。我只有1瓶药剂，1瓶用来救妹妹的药剂，我不欠任何人，和我玩道德绑架，她还嫩了点。狭小通道里挤满了人们密密麻麻的讨论声，更有甚者大胆地替林雪帮腔，药剂给人家吧，小林研究员都说会陪你了，人小姑娘都求到这个份上了，再见死不救就说不过去了，别太冷漠了，大家都有困难的时候。众人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半点不给我拒绝的机会。我挑起眉头，清了清嗓子，从空间里拿出空荡荡的药剂瓶，直接扔给林雪。不好意思，我就是这么冷血，药剂我已经用了，你们与其在我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如趁早去找其他渠道。林雪被吓了一跳，没接稳，薄薄的玻璃瓶落地发出清脆的响声，里面确实干干净净，一滴液体也没剩。见此情形，旁边抱着孩子苦苦哀求的女人瞬间开始发疯。贱人，你居然把药剂用了，这是小林研究员答应给我弄来的药剂，你个天杀的小偷，你还给我，你害死了我的孩子，看我不打死你。女人将昏迷的孩子丢在角落，目露凶光着了魔般叫嚣着就要扑上来打我，但刹那间异变突起，那孩子像条濒死挣扎的鱼般弓起身子颤抖，抽搐几下后忽然爬了起来，他猛地扑到女人背上，活生生咬破了她的喉管。呵呵，凑过来冷嘲热讽，看热闹的人躲避不及，被咬后也纷纷异变，嘶吼声响彻昏暗狭小的地下室，过道里瞬间变成血腥炼狱。警报声响起，基地护卫队举着枪鱼贯而入，被护卫队簇拥着离开前，林雪忽然抬起漂亮的眸子看我，锐利的目光中带着无尽的失望。她扬起精致小巧的下巴，站在道德制高点开始审判我，谴责我。他们是被你害死的，如果你当初愿意拿出药剂救那孩子，一切都不会发生。现在你满意了吗？说完，他像只高傲纯洁的白天鹅般不屑地瞥了我一眼，离开了。而我的目光跟着那抹身影，缓缓停留在他纤细修长的脖颈上，多脆弱，只要轻轻一掐就会断掉。可惜现在我还不能杀他。前世死后，其实我并没有立刻重生，而是以灵魂状态又在末日废墟中游荡了几年。作者的大结局只写到末世第10年，男女主一起建立了最强人类基地。然而末世第13年，我却亲眼见证着人类这个物种走向了历史的尽头。这场与丧尸的殊死博弈中，人类彻底输了。就在林雪死在丧尸口中的刹那，整个世界轰然崩塌，烟消云散，时间线重置，
剧情回到了书中女主成长的关键的节点，偷药剂救人。恰巧我也重生到同一时刻，还保留了记忆。如果林雪的死亡是关键，那么现在强行杀了她，必然会引起时空崩塌。这一切都建立在林雪是女主的基础上。那假如我能将她的机缘统统斩断，那她的女主光环会不会被打破呢？到那时候，我是不是就能杀了她，替曾经的沈凌和自己报仇呢？服下药剂4小时后，沈凌体内的丧尸病毒彻底清除。姐姐，你回来了。她悠悠转醒，从床上爬起来，十分依恋地揽着我的胳膊撒娇。沈凌今年刚满5岁，水汪汪的黑眸嵌在巴掌小脸上，眉毛弯弯，很秀气，很可爱。其实血缘关系上，沈凌不是我妹妹，她是我在末世逃亡路上捡到的孤儿。在超市搜刮物资遇到她时，她从角落货架旁怯生生地探出头来看我，所以我把她带上了。她从此成为沈凌。小凌饿不饿？来吃面条。我抬手揉了揉她柔软的短发，在她额角亲了亲。桌面上是刚出锅的泡面，我加水煮了香喷喷一大碗，还下了鸡蛋和火腿肠。临出锅时又满满塞了好几大片牛肉，给孩子补充营养。作为空间异能者，我最不缺的就是物资。沈凌乖乖捧起碗，夹了一筷子面条和鸡蛋，吹了吹递到我嘴边。姐姐吃。好。我拖着腮含着笑静静看着她吃面，时不时接受几大口投喂，但想到接下来的计划，几抹酸涩又控制不住涌上心间。沈凌不能留在我身边，她必须离开。如果我依旧弱小安居一隅，那么没有力量的我根本无法在末世将她安然护在羽翼下。如果我下定决心要变强，要复仇，那么未来我身边一定会迎来数之不尽的危险，而作为我软肋的沈凌势必会成为仇人们狩猎的对象。我不想再次承受失去他的痛苦，所以我必须做出抉择。上辈子追查药剂时，我无意间找到了沈凌亲生父母的下落。那对夫妻在逃亡路上不幸与女儿失散，后来扎根在西部基地，进入了军方高层。他们10年如一日，疯狂地寻找孩子的下落，从来没放弃过。相信沈凌回到他们身边，一定比和我在一起安全100倍。小小的地下室里十分安静，只有小女孩吸溜面条的声音断断续续。小凌，姐姐把你送回爸爸妈妈身边好不好？我偏头躲过碗里最后一卷面条，忽然开了口。岂料沈凌听了后全程很平静，没有我想象中的情绪失控。她执拗地把面塞到我嘴里，然后绷着嫩白的小脸认真点了点头。好，小凌。一双瘦削的小手捧上我的脸，笨拙地拭去两颊处冰凉的泪水。我不想成为姐姐的累赘，我在西部基地等姐姐，你一定要来接我。我微微有些愣神，但看到沈凌带着倦意的眼神，还是收回了嘴边的话。这场告别来得过于平静，平静的有些诡异。等他熟睡后，我揽紧怀里的孩子，低头亲了亲他的额角。此后漫漫长夜始终无眠。西部基地，可是我没有告诉他，他的父母在西部基地。第二天大早天还未亮，我就牵着沈凌到了基地司令部。这几日恰好东西南北4大基地都派了军方部队前来交流部署经验。西部基地的人得知沈凌身份那刻，立马就答应了会安全护送他离开。我俏皮地眨了眨眼和他告别，又把一个小背包悄悄塞到他怀中，包里满满塞了他爱吃的零食、水果罐头、肉罐头、牛奶、饮料。等军方的车彻底驶出北部基地的大门，我才转身匆匆往交易市场走去。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北方基地的交易市场很大，这里的流通货币是任务积分，当然也有人接受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买卖。食物、饮用水、日用品、服饰在这里占绝大多数，药品和武器极为稀缺。至于珠宝首饰、家具、古董、化妆品等华而不实的东西，都是些无人问津的垃圾。但这个市场里，此时此刻正藏着女主的金手指。上辈子林雪能走到最后成为特级研究员，可不只是单纯靠她的善良和软白甜。她身上最大的2个外挂，一个是异能进化者伴侣麒麟，一个是2袋方便面换来的空间玉佩。有了储物空间，就相当于有了空间异能。而更为稀奇的是，里面有一口能稀释丧尸病毒的灵泉，这是公开的秘密，所有人都知道。基地研究院将林雪当作救世主，希冀他能利用灵泉制作出真正的解药，结束末世。然而直至第13年，人类依旧在废土上和丧尸奋力厮杀，他没有成功。林雪正是在北部基地的交易市场得到了玉佩，也正好是4大基地结束交流这天。
我乔装打扮了一番，努力掩盖外形，来到人来人往的集市里。这里每日生意成交率高，不少人为了防止暴露身份，惨遭杀人越货，多少都会遮遮掩掩，混迹在人群中。我仔细搜寻着曾经在林雪脖子上见过的那枚玉佩，于是我开始时不时在某个摊位上驻足停留，又时不时花几个积分买点食物，这样显得目的性没那么强。至于林雪会不会出现在这里，先一步买下玉佩，不会，因为我昨晚连夜向研究所提交了举报信来投诉他，内容无非是他滥用职权，企图私下调用药剂，以及违规泄露药剂领取人信息的事情。现任研究院院长性格是出了名的古板守旧，他遵从末世前的管理方式，对秩序规定异常严格，所以一大早林雪就被喊到了院里接受审查，没个半天出不来。这羊毛衫材料非常好，只要10积分，牛肉罐头保质期还有3年，3积分一罐，杂粮馒头超实惠，1积分3个。我在交易市场里逛好几圈，摆摊的人很多，但我仍然一无所获。难道这个金手指只有女主才能得到？不，我不信。按下内心的烦躁，我脚步不停，更加细致地在交易市场里游走，不放过丝毫机会，看看祖传的首饰玉佩，价格便宜。忽然间，一道明显底气不足的弱弱吆喝声转瞬即逝，我猛地顿住，敏锐地把目光落在不起眼角落的摊位上，找到了。那里摆摊的是个瘦弱的60岁老头，叫陈大山，明显多日没有进食，饿得两眼发昏。他绝望地守着红布上几个简陋的首饰，时不时虚弱地叫卖2声。只是大家都来去匆匆，根本不屑于看这些垃圾货。老板，来看看我们家祖传的首饰玉佩，绝对都是真货，不贵的，几个积分就行，您给点吃的喝的也可以。陈大山努力扬起讨好的笑，双手在破衣服上擦了又擦，有些拘谨。看我蹲在摊位前，挑挑拣拣不说话，苦巴巴的自顾自把价格一压再压，最后竟然说我只要给他3包泡面就能拿走所有东西，1块白玉佩，1枚翡翠扳指，还有1颗装在盒子里的药丸。他年纪大了，前些日子摔伤了腿，暂时没法出任务，眼看着家里小孙女就要饿死了，才不得不把逃亡时带的传家宝摆出来贱卖。但连续3天根本没人乐意看，我认真听着陈大山讲述他的苦衷，最后让他把红布上的东西都拿了起来，这些我都要了，只是3包泡面的价格不太合理。那老板，2包您看行吗？真的不能再少了。大约以为我嫌贵要继续砍价，陈大山弯腰卑微地朝我鞠躬，我赶忙伸手扶住他，要求到他家再好好谈交易。陈大山家也是个地下室，仅仅4平方米大小，靠墙处摆了张烂床，一个比沈凌还小的女孩安静地坐着发呆，那娃娃瞧着不过2、3岁大，瘦瘦小小，反应有些迟钝，眼睛倒是像妹妹那般原谅。我不自觉又想起沈凌，不知道她跟着军队吃得好不好。见我真的愿意和他做买卖，陈大山高兴极了，拍了拍床尾的灰，示意我就做。我从他手中接过红布，然后从空间里取出3箱泡面，紧接着是5袋大米、2袋面粉、3箱矿泉水、10罐营养奶粉、2包火腿肠，最后又往他的积分卡里赚进了自己最后的200个积分。末世以来从没见过这么多物资的陈大山惊呆了，1个积分能买3个杂粮馒头，200个积分就是600个馒头，再加上大米、泡面、面粉，这些东西节省点足够他和小孙女吃上整整1年，偶尔还能吃得不错了。他瞪圆了眼，枯瘦的手微微颤抖，不敢置信地望着我。老板，这都是给我的吗？你的东西值这个价钱，仅仅那块玉佩就是无价之宝，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千古不变。我还是不打算告诉他真相，一下子拿出太多物资给他也不安全，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容易被盯上。等日后我再想办法继续接济爷孙俩，不然别人的传家宝我贱价买来揣着也不安心。陈大山深深吸了几口气，而后膝盖一弯，扑通跪了下来，谢谢恩人，谢谢恩人。眼看老人真要红着眼磕头，我也连忙跪下去将他扶起，安慰了老人几句，又往小孙女手里塞了包糖后，我落荒而逃，生怕他还要追出来磕头。只是没想到回到交易市场时，我竟然遇到了林雪。她穿着研究服匆匆赶来，柔顺的软发被薄汗打湿，乖乖地贴在白皙的额头上。看得出她真的很着急，慌乱地揪着附近的摊主一顿询问。我躲在不起眼的建筑后面，静静观察她的一举一动。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叫陈大山的老头？他就在这里卖玉佩，一个白色的玉佩。如果你看到他了，拜托你联系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连番询问无果，林雪忍不住吸了吸鼻子，眼睫低垂，气场低落。他最后干脆就蹲在陈大山原来的摊位上，守株待兔。看到这一幕，我不禁皱紧了眉头。按理来说，上辈子林雪只是在随意乱逛的时候无意间买下的玉佩，这一世的她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信息。我扯了扯帽子，将自己裹得更加严实。从他身旁走过时，听到了他的喃喃自语：难道那个梦是假的？我明明梦到自己在这里买了块空间玉佩啊，怎么会？林雪眨巴了下眼睛，歪着头，表情略微有些迷茫困惑。听他这么说，我反而放下心来，快步离开市场，赶回地下室。幸好，差点以为他也重生了。回到地下室，我将那枚看似普通的白玉佩捧在手心。这本书里的异能设定有些不同寻常。末日爆发后，大多数人被病毒感染成为毫无理智的丧尸，而少部分人因获得符突破桎梏，打开了基因锁，成功进化出各类异能。异能没有等级之分，全凭个人的资质和运用。而我拥有的是空间异能，一个没有攻击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能力。在末世初期，还能凭借空间混迹各大队伍外出搜寻物资，颇为吃香。但到了中后期，基地研发重型装载车后，这类异能者就成了被嫌弃的垃圾。就因为是垃圾，所以前世林雪和麒麟才能光明正大地将我踩在脚下。然而重生后，我却想起了末日后期在异能者群体中流传的一个传言：异能可以吞噬进化。吞噬什么？异能会进化成什么样子？无人得知，也从来没有人见过。久而久之，就没人当回事了。但我知道这个传言是真的，因为我见过异能进化者，也恰巧死在他手下。麒麟原是雷电系异能，可后来又进化为雷火。没人知道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吞噬了什么。但我曾经跟随队伍在 H 市做任务时，发现了一颗带有雷光的陨石火球。那颗陨石被我们带回基地上交，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作为为数不多的知情人，我猜测麒麟就是吞噬了它，从而获得进化。那同理，我吞噬带空间属性的玉佩，是不是也能进化呢？现在要担忧的就是玉佩里的灵泉会不会消失。我用地下室里唯一的床堵住了门，然后蜷缩在墙角。小小的房间里透出一点淡淡的潮湿，浓重的灰尘味涌入鼻尖。犹豫了半晌，我还是握着玉佩，缓缓合上双眼。时间一点点流逝，基地的时间播报被屏蔽在感知外。我在基地里没有什么相熟的朋友，除了沈凌不会有人来找我，所以我再次睁眼时竟然有些迷失。现在是新纪元1年3月25日早晨5点，恰巧此时新一轮的播报声响起。我诧异地发现，不知不觉间竟然已经过去了3天3夜。巨大的饥饿感从腹部传来，多日未进食的情况下，血糖降低，身体开始有些虚弱。舔了舔干涸开裂的嘴唇，我从空间里拿出矿泉水和小麦面包，狼吞虎咽地解决了一餐。不太好吃，但胜在能填饱肚子。四肢的力量逐渐恢复，意识也清晰起来。我边按着有些发酸麻痹的双脚，边感受自己空间异能的变化。手中白玉佩里的空间和灵泉已经消失，一汪小小泉水出现在我空间的角落里。灵泉水的具体功效不明，前世它只被握在林雪手里，没有人接触过。他对外宣称它能极大程度稀释丧尸病毒。想到这，我从空间角落里找出大概500只试剂瓶，一一灌满灵泉水。得找个不暴露自己的办法，将泉水送往研究院。这对丧尸解毒药剂的研发或许有用。原有空间的底部面积还是1万平方米，和学校操场差不多大。末日人心叵测，谁也不会轻易透露自己的底牌。但我隐隐感觉自己的空间还是比别人大上不少。即使在后期基地大型任务中，我还是有用武之地，但这还远远不够。只有这种程度的异能，麒麟弄死我比弄死一只蚂蚁还简单。想要在末世里自保并且复仇，我必须拥有攻击能力。我紧闭双眼，细细感受了很久，还是无法推测出自己空间异能进化的方向。既然如此，那只能在日后的实战中慢慢摸索了。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我从角落中踉跄起身，想要搬走堵门的床板，但床板的一角死死卡在了门缝处，无论怎么搬都无法挪动，摇了老半天都没效果。正当我想拿工具将床脚折断时，整张床猛地一松，咔咔咔，
在我怔愣的目光中，结结实实的床忽然凌乱地散了一地，那条被卡住的床脚像是被硬生生扯了下来，床体的木板也被不规则地拧断。我屏息凝神，蹲下身子，仔细观察断口处尖锐的木刺。这张床是被撕开的。为了验证内心的猜想，我随手拿过一旁的装水的铁桶，缓缓催动异能，哐当，厚实的铁块落地发出脆响，直径半米的铁桶硬生生被撕成两半。稍稍探查一番，上面果然还残留着些许空间异能。我死死攥紧了拳头，当下只觉得自己的呼吸骤然变得急促起来，生怕自己猜错。我不留余力地对地下室的东西逐一动手，等满是狼藉，再也找不出可以破坏的物体，我才敢确定自己进化的异能是撕裂，创造空间裂缝，撕裂同一空间内的存在体。至于破坏力的大小，则取决于异能者的运用程度与资质。很强大的攻击性能力。重生以来一直悬挂在半空的心缓缓下落，我狠狠松了口气。现在是新纪元1年3月25日早晨8点，基地的机械播报声在耳边萦绕，地下室外人们开始走动，想起前世那件事要发生了。我简单洗漱一番，也匆匆走了出去，在交易市场找了辆黑牌货车，将灵泉水送往研究院后，我马不停蹄奔向任务大厅。今天任务大厅里人头攒动，比往日更加拥挤，是因为基地发布了一个 S 级的大型任务，前往 H 市搜捕变异柳树，就是那颗带了雷火属性陨石坠落的 H 市。这次我要想办法赶到现场拦截，先一步把陨石搞到手，就算我自己用不到，但也绝不能让麒麟得到。麒麟的雷电系异能本来就强大，现在他强一分，那我就势必弱一分，到时候我想杀死他和林雪就更难了。我领取了任务卡，认真填写，经过负责人面试后顺利进入了队伍。只是上了军用卡车后，我才发现前排坐了几个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其中探着小脑袋好奇地东张西望，脸颊微鼓的人正是林雪。果然是重生后带来的蝴蝶效应，上辈子林雪救人后升任高级研究员，根本不需要参加这种任务，现在却出现在这里。我脚步顿了顿，调转方向想要换一辆车，但车门立马就被护卫队关上了。无奈下，我只好随便找了个离他远的位置坐下。岂料下一秒，林雪就眯着潋滟漂亮的眸子看到了我。她不安地揉捏着小巧浅粉的指尖，透出些紧张。这副不同寻常的模样不出预料，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怎么了，小雪？没事，就是遇到上次拿走我想用来救人的药剂的姐姐了。林雪结结巴巴解释着，长睫毛不停颤动，白净小脸上布满低落。你说什么？就是那个把你举报到院长面前，害你被骂的自私鬼。坐在林雪右边的男人叫宋远，是同一批进来的中级研究员。他抬了抬眼镜，义愤填膺地看着我。同一车里坐着的研究员和异能者们听到后，顿时也面露鄙夷。原本在我旁边叽叽喳喳的女生也住了嘴，不着痕迹地离我远了几厘米。不过短短几句话，我瞬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避之不及。我挪了挪腿，换了个更加舒适的坐姿，闭目养神。哎呀，我没有那么说，沈玉姐姐应该不是故意的。那头林雪似乎很不好意思，害我被骂，抿着小嘴慌乱地替我解围。不出预料的话，众人更加厌恶我了。小雪，你就是太善良，才会被这种无耻的人欺负。对呀，药剂本来就是我们研究所做出来的，他凭什么不给你？还是小雪惨，只是好心想救人却被举报，什么垃圾人也能通过面试来参加任务啊？研究所的人同仇敌忾，你一言我一语护着林雪，他们根本不压低嗓子，摆明了就是故意说给我听。我挑了挑眉，没睁眼，表面上毫无波澜，实际上藏在衣袖里的指尖微动。末世里任何一个研究员都很稀缺，他们是人类战胜丧尸病毒的唯一希望，同时他们也是这次 H 市 S 级任务的重点保护对象。这批人原则上我不能动，但玩一玩还是可以的。我研究服怎么破了？我的也是，刚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啊。我的头发，军卡开了近半个月才抵达，驶入 H 市时大家都很谨慎。H 市末世前是省会城市，流动人口将近2000万，危险程度极高。根据基地检测仪显示，市中心2周前出现了一株10米高的变异柳树。研究院的人坚信这种异变带来的信号极其关键，所以发布了任务。参加任务的人共分成5支小队，分别从不同的区域靠近。我窝在角落里，和众人一起查看 H 市的地图，努力回想前世的行进路线。最后我发现，
那条安全的路线根本不在这个区域。此时，卡车行驶到分岔路口停了下来，似乎遇到了什么难题。为首的护卫队队长来了后方说明情况，大致意思是前方出现了可走的2条路 ，A 线最短，直线前往市中心，大概3天的路程，但前方的丧尸数量大 ，B 线需要绕路，可以避开丧尸密集区更为安全，但耗时长大约需5天。研究员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最后决定走安全的 B 线，不能走 B 线。见没有人反对，我不得不硬着头皮站起来。护卫队队长有些诧异，但还是停下脚步，朝我投来疑惑的目光。怎么了？地图上标注的人口密集区是按末世前的模型推测的，但现在已经过去1年了。B 线我们势必要驻扎在双林区，那里没有能庇护的建筑，危机四伏。这片区域我虽然没走过，但 H 市的情况我前世听人说过好几次，多少有些印象。其中的危险区域就包括双林区，那里爆发过小型丧尸潮。我摊开地图分析区域优劣，说完抬头才发现根本没人在意我的意见，大家低头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时不时笑笑闹闹，氛围极其和谐。之前替林雪出过头的研究员宋远倒是笑了笑，轻蔑说道：出任务的时候，队伍里有决定权的是研究员，不需要你提意见。2条路线我们都讨论过， B 线的风险小很多，走为线出了问题，你能承担责任吗？哦，那按你们说的来吧。我面不改色的当即坐下，执笔在地图上涂涂画画，没再和他辩驳半句。良言难劝该死鬼，此悲不渡自绝人。陨石降落的地点距离市中心的变异柳树不远，军卡推进效率高。如果现在下车，我会来不及赶到陨石地点，但我得提前找好逃生路线，万一发生意外，总不能和他们一起被团灭吧。众人见我吃瘪，又是偷偷发笑，根本不知道死亡正在悄悄逼近。军卡果然在行进2天后抵达双林区，护卫队搜索一番后发现附近没有安全庇护点，于是驻扎在一所大型商场里。对于这样的结果，唯有观察力敏锐的护卫队队长面色凝重地扫了我一眼。商场里门窗破烂，原本盛满商品的货架倒塌，垃圾胡乱堆积，狼藉一片。血色的夕阳沉没后，黑暗中闪烁着嗜血的幽光。经过商讨，小队决定在食品区休整。众人在地板上席地而坐，简单的吃着压缩饼干。只要是参加任务，基地都会承包每天1顿的基本饮食。我找了个视野开阔、方便逃生的角落蹲着，心不在焉地灌着矿泉水。不对劲，这里太过安静了。嘟嘟嘟嘟嘟嘟，一片寂静间，楼外忽然传来刺耳的汽车警报声。安静进食的众人齐齐愣住，忐忑不安地盯着破烂大门的方向，但等了半晌没有任何动静。大家又缓缓放松了警惕，可能是风太大了吧。哈哈哈！研究员们说这里没丧尸，怕个屁！然而空间异能进化后，我的感知力也略微得到提升。警报停歇后，那些黑暗中蛰伏的恐怖身影终于开始浮现，密密麻麻，数不胜数。丧尸来了！我从空间里抽出了斩马刀，离开角落，冷声警告：这把战刀柄长1米，双刃长5米。是末世10年磨合后最适合我的冷兵器。大厅里方才还松缓的气氛瞬间凝固，大部分人皱着眉不明所以地望着我。宋远嗤笑一声，不以为意：你说有丧尸就有丧。哈哈哈！他的话还没说完，商场大门猛地倒地，阴森暮色中，一群面目腐烂、流脓的丧尸摇晃着残破的身躯逼近，嘶吼声由远及近，看不到的黑暗中，无数的丧尸如洪水般涌来。尸潮爆发了，护卫队反应最快，他们抄起武器，将研究员们护在中间，下令撤退。按照规定，除了护卫队以外，每位异能者都要保护1位研究员。我一边挥着长刀把靠近的丧尸砍倒，一边发动空间异能撕裂附近丧尸的头颅，1具、2具、3具。刚开始我只能一次性撕裂一只丧尸的脖子，但尸潮越来越密集，丧尸闻到血肉的味道，发了狂似的疯狂扑咬。越来越多人倒下，我不得不透支空间异能的使用，一次撕裂2个、3个、4个。到了后面，我逐渐杀得有些麻木，异能的威力远比冷兵器大。无头丧尸以我为中心，大片大片倒下，场面颇为壮观。庆幸的是，商场的门建得不大，一次性能涌入的丧尸数量不多。多位异能者集火猛攻下，众人还是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我正要从后门撤退时，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身影被推到我怀里。那人娇小玲珑，柔弱无骨，
紧张地揪住了我的衣服。不出预料的话，就是林雪了。护卫队队长二话不说把人托付给我，又扛着武器返回商场解救其他人。他英勇大义，我没办法不答应。而且女主现在死了，世界会崩塌，命运也将再次重启。麻烦，但我隐隐觉得自从吸收玉佩后，冥冥中那股保护她的力量似乎减弱了一些。看来我之前的猜测是对的，只要我破坏掉林雪的所有机缘，她的女主光环就会彻底消失。我握紧斩马刀，任由林雪跟在身后，边杀边寻找临时庇护点。所幸在异能完全耗尽前，我在大街拐角处看到了一家银行。银行设置了多重安全门，应该可以抵挡住丧尸。然而，就在我要彻底甩开丧尸群的前一秒，身后那人忽然扯住了我的胳膊。沈瑜姐姐，求求你别走，你救救他们。林雪抬头，眼神湿漉漉地望着我，可怜兮兮地咬着唇。我被她突如其来拽得一踉跄，差点被迎面而来的丧尸扑倒。但林雪显然在状况之外，还是不依不饶地拦着我。先前他们说错话，得罪了你是他们不对，我替他们道歉。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不救他们，他们真的会死的。他探着小脑袋望向商场的方向，簌簌掉着眼泪。被这么一耽搁，浩浩荡荡的丧尸群又涌了上来，嘶吼声愈发逼近，我却收了手，站在原地不动。一只腐烂的只剩半个手掌的手伸过来，猛地扯住林雪乌黑柔顺的长发。她被吓得瑟瑟发抖，一时间也顾不上哭，只尖叫着拼命抱住我的腰。姐姐，你快动手啊！还讲废话吗？神什么？他嗓音颤抖，哆嗦着，连句话也讲不清楚。眼看他就要被拖走，我直接抬起沾着黏腻液体的刀刃，割断了他的头发。那只丧尸下一秒被狠狠撕开头颅，飞溅的黑血霎时间糊了他一脸，甚至还有几滩溅到了他喋喋不休的小嘴里。要么你自己掉头回去救人，要么就闭上你的嘴。看到林雪脸色煞白，弯腰呕吐不停。我揪着他的衣领，连拖带拽退到了银行门口，从空间里扔出一枚小型炸弹，周围小片区域顿时被清空。我趁机挤进了闸门，冷静地在3米远角落里摸索第2道安全门的隐秘开关。丧尸们被拦截在闸口外，嘶吼时嘴里乌黑腥臭的脓液淌了一地。被带进来后，林雪瘫坐在地板上急促喘息，还没缓过神，就在安全门缓缓降下的空档里，他抬头望向街角，眼睛忽然亮得惊人。宋远，我们在这里！他激动地大声呼喊。被吸引来的丧尸越来越多，我也看到了疯狂往这边逃窜的一行人，其中有研究员也有异能者，但距离安全门完全关闭还有20秒，而那群人离银行80米远，其中还要穿过一个丧尸群，他们根本赶不上。不行，不能关门，他们还没进来。林雪奋不顾身地扑了上来，死死护住了开关。我本就异能极度透支，这下被他这么用力推搡，当即眼前一黑，跌倒在地，小臂擦过地上凸起的钢筋，血腥味蔓延。徘徊在银行门外的丧尸顿时更加兴奋，扭曲着身体就要从闸门挤进来。我哆嗦着拎起斩马刀，一点一点把几个漏网之鱼戳退。该死的，要不是女主光环，我非得一条胳膊一条腿给林雪活生生卸下来。我真是越来越有当反派的潜质了，怎么停不下来？怎么会？看到安全门始终在下落，林雪着急的直跺脚。这是单向装置，一旦开启就不能停下。我边简易包扎伤口，边淡淡解释：不可以，我不可以抛下他们。呜呜呜！还剩10秒，安全门只剩下不到1米的缝隙。林雪伏在地上，挥舞着小手，想抬起几吨重的门，发现没有效果后，她无助地抱着膝盖痛哭，哭得梨花带雨，衬得小脸越发清丽可人。我不禁眯起眼睛，盯着她笑得恶劣。那你出去陪他们同生共死，走啊！你引开丧尸，不就能给他们争取时间了吗？出去啊！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是很伟大很善良吗？怎么到要牺牲自己的时候就舍不得了？林雪嘴笨，不会吵架，即使被我嘲讽，也只会静静抱着膝盖啜泣。滑落的泪水洗净了她脸上的血污，逐渐露出嫩白小脸上精致娇俏的五官。就在此时，银行2楼通道里传来了男人低低的嗓音：够了，适可而止吧。熟悉的台词，熟悉的高高在上的语气。果然，下一秒麒麟就叼了根烟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他眼睑懒懒耷拉着，神色闲散又淡然，周身紫色的雷光环绕闪动。杀了他，把他削成人质，把他丢去喂丧尸。我死死咬住牙关。
拼命抑制自己内心涌动的杀意。显然他已经站在那里很久了，我却丝毫没有感知到。虽然我现在处于异能透支状态，实力被削弱，但我知道现在的麒麟还是比我强一些，毕竟我进化出撕裂也没多久，而他对雷电的掌握已经长达1年了。客观因素上造成的差距，短时间内很难打破，但难不代表不可能。想跟我玩你强男更强，滚一边去！欺负小孩呢？麒麟蹲在我面前，朝我吐了口烟，恣意的眉眼若隐若现。他刚刚看到了我用空间异能绞杀丧尸，貌似觉得我这样的女人很有意思，但凑近对视时我毫不示弱，两人眼中默契地爆发出赤裸裸的狠劲和杀意。太像了，人类不会喜欢和自己太过相似的人。还不等我推开，麒麟自己就兴致缺缺地直起身子，回到生人勿近的状态。但他没离开，反而抬脚撞似不经意地踹了踹旁边哭成泪人的女孩。林雪似有所感地抬头，睁大水汽弥漫的杏眼，她仰着白生生且透红的小脸，天真地看着面前高大冷漠的男人。我知道麒麟很吃这一套，他这个人天生冷血，没有同理心，因此对这种漠视中仍然保持善良纯洁的女孩感到不可思议。首先是感兴趣，然后是保护欲，最后慢慢爱上她。走吧，哥管你饭。麒麟把人从地上揪起来，发现他被烟呛到，又轻啧了一声，把烟头掐灭。你放开我，我不跟你走。从未被男人揽过肩膀，林雪小脸直接红透若若，挣扎起来。她如同炸了毛的小奶猫般戒备，又怯生生地望着他，眼睛晶莹水润。看着这一幕，我撑着斩马刀站了起来，心里默默吐槽：两个神经。银行2楼是个架空层，在这里落脚的人不只有麒麟，准确来说是他带领的一支特级小队猎东。他归属基地高层势力，手下的队员个个异能不可小觑。看来猎东就是这次 S 级任务基地派来的秘密王牌。眼下我耗空的异能还没恢复，小臂又受了伤，加上体力不济，明显处于下风。迫于形势，我不得不偃旗息鼓，默默走到角落处歇息。从空间里拿出药箱，仔细清理伤口，上药包扎，再捞了一盒红烧牛腩、自热米饭、1块即食鸡排，简简单单又补充营养。吃饱喝足后，我靠在墙角，屏息凝神，缓慢恢复异能。猎东小队的人就静静坐在另一边的角落，怪异地看着我的举动。林雪蹲在他们中间，乖巧地捧着抹茶味的压缩饼干，脚边是瓶250毫升的果汁，或许是东西好吃。她幸福地眯起双眼，唇边小梨窝浅浅绽放，看样子全然忘了外面那群她为之哭得死去活来的朋友。我发觉手臂上的伤口隐隐作痛，有些发炎的症状，脑子也抽疼得厉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看着一旁的林雪，我忽然想起前世，无论是他还是麒麟，只要受了伤，伤口的恢复速度都极快。麒麟身体素质强还说得过去，但林雪没异能还表现异常，这明显说不通。或许这和他的金手指有关。空间里那汪自始至终都被忽略的灵泉重新回到我的视野。当时林雪自己公布的消息说灵泉有稀释丧尸病毒的能力，但谁又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呢？思及此，我的神经忽然亢奋起来，我微微合上双眼假寐，保留一部分感知，留意外界的动静。同时在意识空间里，我操控着空矿泉水瓶将灵泉水灌了进去，拧紧后又若无其事地取出空间，仰头几口吞咽，仿佛只是在喝普通的水，味道没什么特别，和矿泉水没什么两样。但喝下后，我却感觉手臂上的刺痛却在慢慢消退，体内的异能也以极快的速度在恢复。赌对了，这汪灵泉简直是作弊神器，难怪失去了她林雪的女主光环会被削弱。纵使内心惊喜，但我表面还是波澜不惊，佯装体力不支沉沉睡去。这个夜晚寂静又安宁，只是不知道真正能入睡的到底有几人。第二天大早，猎东小队休整好准备出发，麻烦的是他们似乎盯上了我，准确来说是麒麟莫名其妙盯上了我。他要求我临时加入这支小队参与行动，见我迟迟没有答应，麒麟危险地眯起双眼，像猎人一样仔细观察我的神色。既然都是同一个任务，那就加入我的队伍，还是说你有别的想去的地方？不得不说，他的直觉很敏锐。如果我坚持拒绝，不出预料，肯定会被他这条毒蛇彻底怀疑纠缠上。真是坨甩不掉的狗屎。距离那颗陨石降落 H 市的时间不远了，我必须保证独自提前抵达那里，必须想想办法，找到脱离他们的正当理由，
可以加入，但是我有条件。谈话时，我和猎东小队成员们站在2楼的窗口，利用异能清除门口游荡的丧尸。这群人的异能有火系、木系、操控系、力量系、精神系，五花八门，资质很高。但即使是基地里万里挑一的天才们，看到我一丝干倒好几个丧尸的异能，都忍不住有些啧舌。我明显是空间系异能，却同时能进行攻击，这不符合常理。可这世上不符合常理的事多了去了，他们从我身上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只以为我比较强而已。现在只是末日初期，没人会想到什么吞噬进化。说来听听。几缕雷电缠绕在麒麟的指尖，把他好看的眉眼映衬得微微发亮。他似乎又对我的话有了兴趣。我不当你们免费的劳动力和存放物资的货车，所以我的条件是从现在开始任务期间搜集到的东西不上交，不团队共享。等异能使用了大概1/5时，我收回手，佯装异能耗尽，垂眸靠在窗台上，不紧不慢地擦拭着怀中的斩马刀。也许是染了血肉，这刀刃愈发寒光四射，杀意凛然。实际上，不上交物资是违反基地规定的。按照任务大厅的规则，小队接任务后外出搜集的所有物品都归基地所有，还有专门的督察员会负责统计清单，若有违反，则逐出基地。我之所以敢提出这个条件，是知道麒麟隶属基地高层的核心成员，特殊情况下，比如临时组队脱离中心任务等，他有权利更改规则。人要适当暴露出弱点给敌人，敌人才会放松警惕。比如我的贪婪自私，这些都会让麒麟相信他已经看到了真正的我。不出我的预料，他果然兴致缺缺地答应了，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因为尸潮的爆发，向市中心行进的路途变得异常艰难。我们开着军卡边杀边走，整整耗费了3天3夜。谁也不知道我每天都在极限透支异能，只为了能够尽快掌控自己的力量。大量实战经验堆砌下，撕裂的杀伤力愈来愈大，连带空间感知的范围也扩大不少。就在距离 H 市中心那棵变异柳树还有直线1000米时，列东开始养精蓄锐。队伍挑选的落脚点是一个老旧典当行，末世后没人对这里抵押的物品感兴趣，因此这间商铺难得干净整洁。至于为什么会选在这里，自然有它的用途。计上心头，我将那枚已经没有用处的白玉佩从空间取出，悄悄放进口袋里。原本温润的玉体如今入手微凉，灰扑扑的，有些暗淡无光。明晚 H 市即将迎来陨石降落，总算在这之前想出毫无嫌疑摆脱他们的方法了。夜幕降临，经过1日的厮杀，全队人都疲惫得紧挨着休憩。坐得离我最近的是麒麟，男人黑发细碎散落额前，神色恬淡。寂静的角落里，我单手撑着膝盖，状似放松地将头靠在墙上，佯装入睡。半夜，一只摇摇晃晃的丧尸踏进典当行，万分狰狞地朝麒麟扑去。我默默起身走远，而旁边忽然惊醒的林雪则是小声惊呼，毫不犹豫地扑到他身前挡住丧尸。丧尸的嘶吼声中，他绝望地紧闭双眼，脸色煞白。但下一秒，屋内雷光乍现，那只偷袭的丧尸被击飞几米远，彻底没了动静。谁让你来救我的？典当行里亮了小灯，微弱光线下，麒麟揽着怀中的人，脸色浓黑如墨。听到他略带谴责的口吻，林雪委屈地转过半边脑袋，露出沾染了红晕的粉腮。反驳他时，语气中透着气愤和傲娇。你以为你是谁，谁要救你啊？刚刚不管是谁，我都会去救了好吗？背对后，麒麟挑了挑眉，掐住他的腰肢，眼神更加幽深危险。真的，谁你都会舍身去救？真的，而且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林雪羞恼地推了推他的胸膛，俏皮地吐了吐舌头，那嫣红又软的小舌让男人呼吸一沉。这副有冲击性的一幕映入眼帘，我面无表情地默默干呕了几声。该死，他们可别生在这儿了。我终于相信这世界是本彻头彻尾的末世言情文，我果然只能当反派。什么时候才能杀了他们报仇啊？如果我把那颗陨石带走，抢了男主的机缘，他们的主角光环会继续削弱下去的吧？趁他们你侬我侬表面斗嘴实际调情的空当，我走进典当柜里，佯装翻翻找找，随手拿了颗乌鸡白凤丸，一枚翡翠戒指，再将白玉佩混在其中。我的玉佩，即使光线昏暗，但当看到我脖子上用红绳挂着的玉佩时，林雪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萦绕在她脑海里的玉佩。直觉告诉她，那是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她一定要夺回来。沈瑜姐姐，
这个玉佩和妈妈留给我的遗物好像……林雪紧张地蜷了蜷指尖，撒谎时那张漂亮娇嫩的脸几乎红透。虽然她没明说意思，但小队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落在我脖子上。末世里玉佩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众人都猜测我会摘下来送给她当人情。但可惜的是，他们猜错了，我可不是什么怜香惜玉的好人。我指尖缓缓缠绕着颈上的红绳，细细把玩那枚玉佩，勾唇扬起一抹笑，直直和林雪对视。你撒谎，我没有。被轻易拆穿后，林雪眼神温吞又无助地乱转，水雾朦胧，干净又诱人。大家都看出来她在撒谎，但偏偏又觉得这种笨拙十分讨喜。毕竟一个连撒谎都不会的女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总比我这种强势咄咄逼人的要惹人疼爱些。当下小队里几个男人们七嘴八舌就替林雪说起话来。沈鱼你就给她呗，这玉佩又不是什么宝贝。对呀，小雪都要哭了。欺负她干嘛？这玉佩你留着也没用，不如给小雪留个念想。其实他们想的倒是没错，这玉佩现在确实没什么用，但我千辛万苦才不下局，就是为了引发矛盾，又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松口呢？众目睽睽中，我一把扯下玉佩，收回空间里，坦荡地摊了摊空空如也的双手。不好意思，玉佩是我找到的，我不想给任何人。这就是空间异能者的倚仗，就算死了，空间里的东西也只有本人才能取出。如今大家都在队伍里并肩作战，众人见状也不好继续为难，纷纷低头继续休憩。唯有林雪见玉佩消失后更加着急了，跺了跺脚，眼泪汪汪的，可怜极了。昏暗的灯光中，她抬起细白漂亮的指尖，攥了攥麒麟的衣角，无声的祈求。麒麟存心想逗弄她，发出低沉的笑：“求哥，哥就帮你。”别无他法的林雪头埋得低低的，细声细气的乖乖喊了句：“哥哥，求你了，再喊一声听听。”你，林雪被惹急了，抬头时眼尾处水色弥漫，唇瓣柔嫩饱满，浸满了惑人的绯红。见此，麒麟心满意足地揉了揉她的头，居高临下地朝我吩咐：“给他吧。”凭什么？凭我是队长，齐大队长。你是不是忘了入队的时候我们约定好的事情？我歪了歪头，露出极其无害、公事公办的微笑。搜集到的东西不上交，经我提醒。麒麟这才想起自己答应的事情，他皱了皱眉，不耐烦地轻啧一声，从烟盒里夹了根烟叼到嘴边。就这么个小东西，让出来不行吗？不行。我动了动指尖，将他嘴边那根点着的烟头撕成两半，香烟的味道难闻，不喜欢。头一次有人敢在他面前使用异能。麒麟神色冷了下来，眸中尽是锋芒。所有的不让步都只是因为利益不够而已。开个条件吧，你想要什么？我倚靠在墙上，从空间里取出斩马刀，细细擦拭，就是不说话。物资不缺，积分不需要，基地住所我有。一连几个问题下来，都被我不痛不痒挡回去。麒麟的脾气也上来了，你信不信我可以让你在北部基地待不下去？我可以换个基地带。斩马刀越擦越亮，隐隐泛出冷光。林雪有些害怕，但看我这样难缠，反而更加笃定我手里的玉佩极其重要。于是她紧张地揉捏着自己的衣角，鼓足勇气，怯生生看着我：“沈怡姐姐，我是基地研究员。上次我在你家看到你妹妹，她好像生病了。我向你保证，如果你愿意把玉佩让给我的话，日后你或者你妹妹有任何需要用到药剂的地方，随时可以找我。”听到这里，假装若无其事的列东队员们也纷纷诧异地看了过来。在末日里，药剂极其珍贵，可谓一瓶难求。一瓶解毒药剂，正常人往往要攒1年的任务积分才能兑换，而且还有限额，能得到研究员的承诺。这个条件着实令人心动，但我只是笑眯眯地摇摇头，轻轻地将斩马刀贴在林雪的脖颈上，锋利的刀刃瞬间割破了她娇嫩的皮肤，几丝鲜血流了下来。林雪愣在原地一动不敢动，脸色煞白。谁允许你提我妹妹的？林雪啊林雪，你可是偷走药剂害死我妹妹的人，怎么能厚颜无耻地说出日后有需要药剂随时来找你这种话呢？当初在地下室，我就该不管不顾直接杀了你。掌心的空间异能缓缓凝聚，磅礴的杀意呼之欲出，但紧接着一双修长白皙的手缠绕着雷光，从林雪脖子上移开了斩马刀，一道雷光顺着刀身蔓延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我的掌心留下焦黑的灼痕，而后是前世临死前极为熟悉的电流划过身体的麻痹感。但这次我不会再任人宰割，
同一时间，麒麟肩膀上多了道血淋淋的伤口，20厘米长，深可见骨。受伤后，手臂粗的紫色雷龙在他周身暴起，显得那张冷峻的脸更加可怖。沈鱼，敢动我的人，你就不怕我杀了你？你可以试试。被雷电击中的那条手臂确实还有些微微发麻，动作不太利索，但我毫不畏惧，感受着掌心的疤痕，唇边笑意还是没落下。那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妹妹？不好意思，我妹妹现在是西部基地副将的千金，我怕齐队长没这个本事杀。麒麟身上寒意一滞，显然没想到还有这种反转。够了，玉佩我不要了，你们不要再打了。见麒麟在我手下受了伤，林雪泪眼婆娑扑了过来，挡在他面前。他还是那么乖巧天真。如果说这种程度的交锋真的只是为了快玉佩，那不至于。从第一次见面开始，麒麟就不信任我，我们都心知肚明。林雪不过是我们互相试探对方实力的借口罢了。主角和反派之间本来就是天生的宿敌，而现在我有磨练过的进化异能，而他有异能先天优势，暂时旗鼓相当。正当双方对峙僵持不下时，我收回斩马刀，散尽异能，朗声笑了笑，开个玩笑。齐队，玉佩可以给你，不过门外的军卡归我了。小小的玉佩从空间掉出，我随手浑不在意地塞进了林雪的怀里，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瓦解。我和麒麟不可能真的今天在这里拼得你死我活，他要去解决市中心的变异柳树，我要去截胡即将坠落的陨石，忙着呢。你要军卡做什么？麒麟没拒绝，任由林雪在旁边心疼地掉着眼泪替他包扎伤口。和你们分道扬镳，你们先违反了约定，合不来。刚刚撕破脸的场面仍历历在目，烈东小队的人闻言有些尴尬，殊不知我要的就是撕破脸，而且这几天实在过得太憋屈了，不让男女主吃瘪我都不舍得走。最后在麒麟难以捉摸的脸色中，队员还是将其中一辆军卡的启动器交到我手中，后会有期。我愉悦地摆摆手驱车离去，掌心的灼痕微微发烫，我不甚在意，握紧了方向盘。日后一定要相见啊，我可迫不及待地等着能弄死你们的那一天。基地研发的军卡有最先进的反追踪功能，感知到后面没人跟来，我才死油门，马不停蹄往记忆中陨石降落的地点开去。H 是凌晨2点，万籁俱静，一道紫红的火球划过夜空，照亮了半片苍穹，又缓缓熄灭坠落。等陨石落地，我从废墟角落里冲了上去，只见原本平整的地面上猛地出现了一个3米的深坑，周围满是焦土。深坑中央，一颗拳头大小的不规则石块静静躺着，紫色的雷光时不时在陨石表面游动，里面包裹着红色的火光。这就是前世我跟随小队搜集上交的那颗。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从空间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防护真空箱，将陨石安置其中。真空箱可以隔绝病毒和辐射，还有信号屏蔽功能。放入空间后，不会再有人知道这颗陨石的下落。我满意的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正打算从坑里爬出，忽然间，一丝极其微弱的空间波动从脚下的泥土中传出，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微弱。要不是现在我的空间感知加强了1倍，根本不可能感觉得到。在直觉的促使下，我又蹲在地上继续往下挖掘，最终在深坑底下2米的地方，又一颗巴掌大的陨石出现了，它散着银白色的微光，周围萦绕着充盈的空间能量。我忽然想起来，末世第9年时 ，H 市开始被各大基地列为任务禁地，原因是这里成为迷失之城，走进去的探险者从来没出来过。当时我就隐隐察觉这种现象和空间有关，难道迷失之城和被遗漏的这颗陨石有关？既然麒麟可以吸收雷火陨石进化异能，那我吸收了这颗空间陨石异能，是不是还能进行2次进化呢？大胆的猜想涌入大脑，我只觉得自己的心脏在疯狂鼓动，平地的晚风萧条又凛冽，不断唤回人的理智。将银白的陨石收入空间后，我本想在原地探查几番，但东西南北4个方向200米外陆陆续续都出现了异动，有人来了。我拉紧头上的兜帽，躲进不远处蹲点等候的废弃大楼里。那是个中型商场，地下有连通甬道，可以隐蔽前往500米外的街区，很适合眼下跑路。军卡放在空间里，等抵达了主干道，我立马踩死油门往市中心反方向狂奔而去。也许是陨石引发的动静太大，H 市往市中心游荡的丧尸越来越多，
我开了2天的车，才堪堪抵达边缘地区。对照地图挑挑拣拣，最后我找到了城郊别墅区的一个地下室，作为临时安身之所。那颗空间系的陨石，我打算在离开 H 市之前吸收掉。回到基地，保不准还会有什么变故。万一入口处的大型检测仪能透过空间检测出陨石，那损失可就大了。富人建造的地下室和基地的地下室简直天差地别，干净敞亮，里面甚至还置放了床铺被褥。我依旧谨慎地上了锁，从空间里直接放出军卡来抵住入口大门，确认安全不会被打扰后，我在角落里盘腿坐下，翻转掌心，那颗微微发亮的陨石再度出现。上次吸收玉佩空间时我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这颗陨石上附带的能量显然比它多得多。为了以防万一，我提前给自己灌了好几瓶灵泉水，才和眼运转异能附着到陨石上。一股强烈的剧痛袭上心头，那股剧痛愈演愈烈，从心口不断向四肢百骸蔓延。我死死咬住牙关，才不至于痛呼出声，努力保持着清醒。地下室的灯受到能量影响，一个接一个爆裂。一片黑暗中，我只觉得自己的皮肤和内脏不断的经受撕裂，但紧接着一股温和的能量又从内缓缓流淌，滋养着身体。是灵泉。时间在我被不断撕裂重塑撕裂中缓缓流逝。再次睁眼，大约是2天后，我细细感受着自己异能2次进化的方向，思维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折叠空间，实现存在体的传送与跃迁。折叠的跨度同样取决于异能者的运用程度与资质，虽然这只是个辅助性的能力，但很有用。然而2次进化的提升不止于此，我恍然发现原本许久没有变化的空间，现在面积竟然突破极限，直接变大了10倍，撕裂的能力似乎也得到了大幅度增强。这出乎意料的变化使我陷入沉思，既然有2次进化，是不是就能有3次进化？异能进化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如果能够不断进化，是不是人类最后就能存活下去？我坐在昏暗的地下室思索了很久，最后决定将异能吞噬进化的秘密公之于众。真实的末世并不是什么英雄主义游戏，异能强者越多，人类存活的概率就越大。末世第13年废墟上，人类生机断绝的场面仍历历在目。万一呢？万一能赢呢？别墅区的地下室有台全频道的收音机，我伪装好声音，多次加密信号后才开启广播。在公布异能进化秘密的下一秒，频道连接的申请就如同潮水纷纷涌来。我果断切断通讯，再入基地公共频道。在得知众人已经解决完市中心的变异柳树，准备返程后，我有了下一步的计划。清扫完地下室里留下的痕迹后，我彻底毁掉收音机离开。各大基地里都有自己的秘密人才，保不准有人刚才已经锁定了我的位置，所以必须撤离，而且要混入队伍中，才能排除自己的嫌疑。自古以来，秘密知道的多的人总是活得不长久。5支队伍约定在 H 市南部集合，集合时间是5天，而我目前在最北部，两地相距甚远，满打满算也要6天才能赶过去。但好在我的空间异能已经2次进化，凭借折叠，我中途停留4、5次就传送到了集合点附近，1天内实现千里奔袭，这就是进化异能的力量。第1天傍晚，我抵达距离集合地点2公里外的街道，将军卡从空间内重新取出，开着车慢悠悠驶向大部队时，那里营地中只驻扎了2支我不认识的队伍，军卡停在外围，我随便找了个角落扎起帐篷坐下休息。那边2支队伍的异能者都围着中央的篝火，面色凝重地聚拢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大家叽叽喳喳讨论的正是我不久前公布的异能吞噬进化的消息。你们说广播里那人讲的是不是真的呀？编故事的吧？这又不是什么末世爽文，异能怎么可能还能进化？就算可以进化，但是他说的同属性物品也找不到啊，我都没听说过。众人窃窃私语，虽然心里存疑，但眼中却是火热万分。谁不想变强？在末世实力才是王道。我盘腿安静坐下，边听边取出面包牛奶默默进食，全程没有参与。第2天傍晚，列东2辆军卡抵达集合点，祁岭恒抱着林雪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林雪身上披着宽大的男士长风衣，小脸红红的埋在他怀里，娇嫩的唇瓣微微发肿。他柔弱无骨地攀着他的脖子，杏眼湿漉漉的水润得不得了。把人放下来时，祁岭故意咬了咬他小巧的耳垂，弄得林雪腰腿发软，险些站不住。光天化日，2个神经又要生在这了。
刚打开帐篷，就看到这肮脏的一幕，我面无表情又退了回去。原本一切都风平浪静，直到第3天深夜，市中心方向迎来了第4支队伍。那时众人仍在熟睡，一阵细微的丧尸吼叫声打破了夜的宁静。我猛地睁开眼，感知到了非同寻常的气息。我跟随着人群走到营地中心，看到护卫队队长穿着特战服，面色异常严肃。几乎所有的研究员和护卫队员都被召集起来。猎东小队作为特战队出现在最前方，他们从4队的军卡上搬下了一个铁笼，笼子材质特殊，隐隐泛着荧光，里面囚禁着一只丧尸。见到密密麻麻的人群，他先是警惕的几声低吼以作威胁，发现无法挣脱牢笼后，那只丧尸竟然诡异的安静下来，动作僵硬的观察起周围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有意识。报告齐队，我们在变异柳树东部200米的地方抓到了这只丧尸，发现它出现了异常状况，请问是否立即处决？4队队长详细的报告起情况，脸色同样难看。丧尸身上出现了异常，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他们能变强，那人类就危险了。显然麒麟也想到了这点，他死死盯着丧尸掌心迸发出磅礴的紫色雷电，寒冷的黑夜，杀意蔓延。然而就在此时，那只丧尸忽然停止了动作，定定地望着林雪的方向。他张嘴发出呵呵的声音，似乎有些着急。林雪原本不忍地撇过头去，不经意间和他对视后，身子猛地一颤，他不敢置信地后退几步，眼尾染上一层水汽。我知道林雪认出了他，那是他在末世前做义工的孤儿院里照顾过的一个孩子，前世基地里也抓过一只有意识的丧尸，但后来他从研究院里失踪了。我猜他不是偷跑，而是被林雪认出来后偷偷放走了。至于为什么我那么笃定眼前这只丧尸就是前世那只，因为他就是未来统领丧尸群与人类对抗，杀死无数异能者的丧尸王，而他也是女主林雪在末世最后的底牌。前世尸潮围攻北部基地时，曾经发生过一次撤退，彼时我就站在城墙上输送武器。那时候的林雪紧张地望着前线战斗的麒麟，丝毫没发现尸群中一道视线死死锁定着自己。林雪不慎掉下丧尸群的瞬间，我亲眼看到丧尸王发出撤退的号令，而那一战死了基地大半的护卫军与异能者。我在他手下受过伤，记得他的气息。现在他还很弱小，就在麒麟准备动手之际，林雪小脸煞白地上前抱住了他的手臂，不要杀他，把他送回研究院，也许能帮我们研究出丧尸病毒解药。他强装镇定地解释着，漂亮的眸中闪烁着坚定。旁边围观的研究员面面相觑，最终也同意了他的建议。根据研究员至上原则，麒麟同意了。那只丧尸被扣押在猎东小队的军卡上，密钥由麒麟偷偷保管。见此，林雪暗暗松了口气。黎明前是世界的至暗时刻，不知道林雪怎么偷到的密钥。她趁众人熟睡时，偷偷打开了军卡里的铁笼。被放出来的丧尸果然没有攻击她，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没有逃走。林雪被他的举动逗得扑哧一笑，颊边浅浅梨涡乍现。走吧，小安，别再被抓到了。他不舍得招了招手，催促他离开，直到那抹身影踉跄着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中，他才放下心来，蹑手蹑脚回到队伍中。我从柔软的床铺中起身，感知他消失的方向，紧接着发动折叠，几次跃迁出现在荒凉的郊外。只见他像人类一样坐在废墟的顶端，周围几只游荡的丧尸似有所感地被召集起来，空间一阵波动。我凭空出现在他身边，察觉到危险，他反应极快，猛地混进了底下的丧尸群里。我眯了眯眼，指尖微动，掩护他逃跑的丧尸头颅齐齐被撕裂，躺了一地。他受了重伤，脖颈上出现一道深深的伤痕，皮肉已经被撕开。见身边的傀儡倒下，他望向我时，眼中爆发出惊人的恨意，然后扭头就跑。逃走时，他还不忘张嘴发出呵呵声，召唤更多的同伴。原来呵呵在是召唤，那营地里的人岂不是？我压低眉眼追上，几下闪现将他死死扑倒在地。被擒住后，他仍在剧烈扭动着。我膝盖抵在他的胸膛上，用力压制，冒着青筋的手缓缓握上他的脖颈，撕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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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肉体异常强悍，我往死里砸异能，砸到意识模糊。周围阴暗角落里的丧尸嘶吼着逼近，但都纷纷在近1米的距离被撕裂。啪嗒，头颅落地，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力竭瘫倒在地，喘息着望向天空。黎明到来，地平线上曙光乍现，赢了。等彻底恢复体力，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天大亮，我从地上坐起，捧起那颗头颅，却感受到了奇异的能量波动。指尖微动，头骨裂开，一枚小小的透明晶核出现在乌黑发臭的脑浆中。晶核，末世10年闻所未闻，从来没人在丧尸脑子里发现过晶核。拇指大的晶核上散发着精纯的能量，似乎没有属性。没有属性的话，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吸收呢？将头颅、身体和晶核都暂时收进空间。我发动折叠跃迁，回到帐篷中。大清早外面却有些热闹，是异能者们在清理周围丧尸的尸体。虽然遭受了袭击，但胜在集合点里人数众多，实力强盛，还是将他们完全剿灭了。忽然间，一阵惊呼打破了局面。不好了，铁笼里的丧尸失踪了！凌乱的脚步声响起，我直直躺倒在柔软的被褥上，安然入睡。第5天傍晚，最后一支队伍抵达集合点。经历大半月的浴血奋战，大家都有些疲惫。见此，后勤队慷慨大方地煮了泡面汤，众人围在营地里，都激动地捧着碗，埋头大口吃着喷香的面条。我也被分到了食物，默默缩在角落里，降低存在感。还没吃到一半，以麒麟为首的内部高层人员就收到了基地传来的通讯，他们到军卡上秘密开了小会。从车上下来时，面色凝重地扫视着全场众人。紧接着，护卫队开始逐个对现场的异能者展开排查，询问的都是5天前的晚上大家的行踪。我当即意识到是北部基地的人破译了别墅区地下室那台收音机的加密信号，现在他们得到了定位，想要依靠定位将知道异能进化秘密的人找出来。从傍晚到深夜，护卫队洋洋洒洒排查了一圈，也没什么结果。5支队伍虽然中间也有队员因为意外分散过，但大都3、5成群逃命，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同伴佐证，唯有孤身一人形单影只的我是现场嫌疑最大的。但护卫队队长只是在我面前兜了2圈，仔细确认过外形后就将我排除了。理由很简单，那台广播的定位在 H 市最北部，从北部赶过来至少要6天6夜，而我是集结信号发出后第1天就抵达营地。有2支队伍都记得我，排查陷入困境没有结果，护卫队只好放大家回帐篷休息。我没动，还坐在篝火旁，借着木炭的温度烤红薯吃。末世降临刚开始逃亡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农庄，在那里收集到了好吃的薯类。一道黑色的身影凑近，明亮的篝火映照在那人的脸上，若隐若现。你很强，加入猎东吧，我会保你安然无恙。来人是麒麟，是拉拢，也是试探。即使排除了嫌疑，但他仍然凭借猎人的直觉锁定广播里那个人是我，只可惜他没有证据。拉我入队，一方面是想提高猎东的整体实力，另一方面是想从我嘴里再撬出更多进化的秘密。我从火堆里扒拉出烤得喷香的红薯，扒皮啃了一口，粉粉的糯糯的，是沈凌喜欢吃的口感。等到了西部基地一定要推广种植，旁边麒麟还在等我回答。安静的平和地，但实际上他知道我的底细，我也了解他的心机，我们还是默契的敌人。就算我同意，他也不会同意呀。他那么善良，怎么肯与我为伍呢？我没有正面拒绝，而是笑眯眯地抬了抬下巴嘲讽。不远处帐篷里，林雪紧紧裹着她宽大的风衣，盯着这边，小脸紧绷，难掩失落，跑向黑暗中。希望你不会后悔。男人冷淡的嗓音传来。我回过神时，他已经起身离开。篝火的余温散去，寒意席卷而来。我将红薯皮扔进火堆，遥遥望着麒麟追着林雪跑出去的身影。黑夜中，他们身上的主角光环肉眼可见的微弱，多日未见。现在麒麟的异能远远弱于我，也就是说，林雪的3重机缘玉佩空间强大伴侣丧尸王都已经被我斩断。看来是时候找个机会对他们下手了。回北部基地的路途大约有半个月，我开着军卡混在大部队里。可惜，直到进了基地大门，还是没找到男女主落单的机会。没多久，一场意外悄无声息降临了，尸潮来袭，请异能者迅速抵达城楼抗击丧尸。基地刺耳的警报声响彻云霄，压抑的气氛不断蔓延。我从昏暗的地下室床上弹起来，面色凝重地穿戴好衣服走了出去。一路上朝着城楼飞奔的都是异能者的身影。平时分散各处的护卫队此时倾巢而出，他们手持热武器奔赴前线。丧尸王已经被我杀死，
为什么尸潮还是像上辈子那样爆发了？难道命运真的不可更改吗？我在城楼上见到了麒麟，他穿着全黑的特战服，带领猎东小队，脸色难看地凝望着地平线，一股令人窒息的腐臭味弥漫在空气中，预示着尸潮的来袭。密密麻麻的吼声逼近时，所有的异能者都开始有了动作。这时我才察觉到，人群中居然已经出现了一次进化的异能者。我庆幸自己当初公布了异能进化的秘密，为人类多添了一抹生机。随着基地指挥长的命令，数不清的异能在狮群中炸开，土墙、火海、龙卷风、雷电。然而丧尸们一批批倒下，却又源源不断补上。他们似乎不知疲惫，不知恐惧，铺天盖地如潮水般朝着基地涌动。渐渐的，压抑与绝望的氛围开始蔓延。无暇多想，我爬上最高一级的台阶，单膝跪地，掌心轻轻贴在地面上。忽然间，只见战场上凭空出现了一道极大的裂缝，那裂缝像一个漆黑的无底洞，疯狂地吸收着周围的一切。附近的丧尸们无法抵抗这股强大的力量，猛地被吸入裂缝中，被吞噬殆尽。密密麻麻的尸潮仿佛没反应过来，竟然硬生生停滞了一瞬。等彻底清空了一片区域后，我才抬手合上裂缝，原地休息几分钟。我转身换了个方向，双手落下继续撕裂。场上瞬间同时出现了好几条裂缝，充满杀机。饶是见多识广的异能者们也无一不被这一幕所震撼，纷纷侧目。卧槽，我以为刚刚就是终极大招呢，怎么还能放？这妹妹什么来历？以前没听说过呀。刚刚还觉得自己悲壮，现在莫名有点燃。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即使是2次进化异能者的我也不可能主导战局。所幸基地里聚集了近300名异能者，战力对付这些初期的丧尸完全充足。之所以打得力不从心，只是因为大家缺少末日守城的经验。而我前世曾经跟随基地浴血奋战近10年，又恰好弥补上了这一点。土系离基地50米施展土墙做隔断，再往前100米制造5米深的环形土沟，水系往沟里放水，雷电系在水中释放电能，风系配合火系，以基地为中心扩散制造火海。精神系起初异能者们还对我的指令有所迟疑，发现行之有效后，众人纷纷开始执行起来。战斗持续了数小时，夕阳逐渐被地平线吞没。等最后一波丧尸摇摇晃晃倒下，整个战场陷入了一片死寂。我关闭了剩余的空间裂缝，环顾四周，火光照亮了全场，满地的丧尸残肢和乌黑的血迹证明了刚刚的战斗有多激烈。随即胜利的呼喊从城楼蔓延到基地里，不少异能者潸然泪下。我疲惫地收回手，靠在城墙上，衣衫被汗水浸透。异能透支的后遗症爆发，剧烈的刺痛感袭上脑海。意识模糊间，我却看见林雪不知何时上了城楼，她睁着黑亮的眸子，小脸煞白朝我步步逼近。我下意识皱紧眉头，觉得她不对劲，不由得心生警惕。尸潮真的爆发了，那些梦是真的。我的玉佩呢？我应该是高级研究员的，你妹妹怎么没死？不是这样的，不应该这样的。你只是阴沟里的老鼠，我才是女主，我才是他们的救世主。是你这个贱人夺走了我的一切。林雪眼眸氤氲着雾气，颤颤巍巍地露出藏在身后的匕首。她嘴里喃喃低语，脸上闪过一丝疯狂。此时我力竭靠在城墙上勉强站着，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反抗。距离我们最近的人是麒麟，但他只是冷冷地旁观着，任由林雪将那把泛着冷光的匕首插进我肩膀里。下一秒，紫色雷电猛地窜入我的体内，我闻到了身上皮肉的传来阵阵焦味，四肢麻木无法动弹，剧痛几近摧毁我的理智。我像前世那样，再次从高高的城墙上摔了下去，耳边依旧是人们胜利的呼喊。我不能死，沈凌还在等着我。猛烈的风声呼啸不停，在坠地的最后一刻，我勉强发动了折叠传送离开前。我看到地平线处第2波尸潮疯狂涌来，再次昏迷醒来还是在地下室，但不是我家的地下室。我忍着肩膀上的剧痛想撑起身体，却发现四肢无力，根本无法动弹。昏暗中，一只胖乎乎的小手忽然在我嘴边摸了摸，甜滋滋的味道瞬间蔓延口腔。地下室的门被推开，有人风尘仆仆地进来点了灯。这时我才终于看清楚，坐在我身边的小孩居然是陈大山的小孙女。丫丫坐远点，别碰到姐姐。陈大山从基地诊所里好不容易抢到伤药回来，
就看到小孙女好奇地趴在我床边，她着急忙慌将娃娃抱起，这才发现我已经清醒过来。恩人，你终于醒了，几月不见。陈大山他腰背挺直了些，不复初见时的憔悴苍老，安静坐在他怀里的陈丫丫眨巴着大眼睛，脸上也软乎了不少。第一波尸潮过去后，我接了任务，在基地外围帮忙清理丧尸尸体，没想到捡到了你，看你肩膀上有把刀，我吓坏了，不敢往诊所送，就扛回家来了。多亏我老头子祖上行医，才敢拔了刀给你止血，整整昏迷3天了。恩人，你没事吧？陈大山边细细解释，边掀开我肩膀处的白布给伤口上药。第一波尸潮来袭时，他搂着孙女在地下室避难，还不知道当时城墙上发生了什么。后来第2波危机来临，他也没出去过。我默默听着，也没有解释这一切。边上的炉子还煨了锅小米粥，咕噜噜冒泡，溢着小米的清香。喝点粥，补充点体力。一锅粥米下的足足的。陈大山盛了碗最稠的递给我，怀里的小孙女咂巴着嘴喝点米汤，他自己乐呵呵啃着干饼子，微微的酸涩泛上心头。我认真道谢，结果慢慢喝着，半碗热粥下肚，我的体力才堪堪恢复了些许。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体内的异能还是处于枯竭状态，竟然连从空间里取出物体都异常艰难，受过伤的身体太过虚弱，硬生生拖慢了异能回复的速度。按照目前的状况，至少需要半个月我才能重新使用异能，但是根据陈大山的描述，我推测第3波尸潮很快就要来了。思索片刻，我耗光了好不容易恢复的一丝体力，从空间里取出一枚拇指大的晶核，然后爬到角落处盘腿坐下。陈爷爷，这3天我需要静坐休养，麻烦你替我守好这里。好嘞好嘞，老头子一定不让任何人打扰你。陈大山严肃地点点头，当即将小孙女抱到床上，连人带床拖到门口堵住。他老身板在往上直直一躺，做出视死不渝的模样。我吃力地朝他笑笑，握紧晶核，缓缓合上双眼。这是当时击杀了丧尸王后从他脑子里挖出的晶核，是个无属性的能量体，按理来说是能吸收的。不多久，一股精纯的热流从掌心溢出，顺着指尖蔓延4至百骸。虚弱的身体像口干涸已久的枯井，拼命地吸收着这来之不易的甘霖。庞大的能量转为空间之力，带着我的感知缓慢穿透狭小的地下室。空荡荡的基地，城墙上奋力厮杀的异能者，不断逼近的第3波尸潮。正当我以为意识要止步时，空间的局限再次被打破，延伸至更辽阔的废土。庞大的丧尸军队，四处逃荒的人类，逐渐被攻破的末世基地。遥远的东部和南部基地已经失守，人们尖叫着死于丧尸的嘴下。然而下一秒，他们又踉踉跄跄站了起来，脸色灰败，手中的晶核逐渐暗淡，我的意识也渐渐回笼。异能的3次进化，同样衍生了一个新的能力：封锁、隔离一定范围的空间，使任何存在体都无法进入或离开，一个强大的防御性的能力，正适合守城。与此同时，我察觉空间角落存放种子的货架上，一抹莹莹的嫩绿焕发了生机，这意味着空间可以存活生命，装载活物了。我用意识操控着那枚种子，尝试通过折叠传送将其埋在1公里外基地的温室试验田里。片刻，微微湿润的土壤触感通过种子传来，成功了。折叠也从只能传送本体，进化到可以创造空间通道，传送其他存在体。狭小昏暗的地下室里，原本熟睡的娃娃一咕噜爬了起来，小胖手指着我的方向咿咿呀呀。陈大山原本就是和颜小气，当即猛地挺身坐起，见我安然无恙醒来，他狠狠松了口气。那个小小灶台上煮好了白米饭，还煮了个水煮蛋。老头舀了满满一碗饭放在我跟前，但也塞到我手里。他怀里的娃娃眼巴巴看着流口水，但也懂事的没闹着要吃。我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利落剥开蛋壳咬了2口，将软软的蛋黄塞到他嘴里。只是饭没吃2口，基地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响起，警告第3波尸潮来袭，请有余力的异能者前来支援。广播重复了3次就停了，再也没发出声音。虽然这波丧尸没有之前多，但经历2次殊死搏斗，大家早已是强弩之末。剩余的异能者们站在城墙上，心中布满了绝望。眼看情况不妙，麒麟犹豫了几秒，还是选择带着泪眼汪汪的林雪离开。殊不知下一秒，我的身影就跃迁到了城墙上，
异能者们眼睁睁看着空气中荡漾出一抹人影，紧接着快要突破围墙丧尸忽然就被不知名的力量死死挡在了外面。熟悉的空间裂缝再次出现，周围的大批丧尸被吞噬殆尽。指挥回来了，我宣布，指挥妹妹以后就是我伟大的姐。怎么办？又觉得自己能赢了。原来在我消失的这段时间里，基地首领竟然任命我为指挥，我的战力瞬间扭转了局面。疲惫的众人仿佛抓住了希望，纷纷振奋起来。原本枯竭的异能再逼上一逼，竟然还能继续使用。等发现丧尸真的被我无形封锁在基地外，大家更加来劲，几乎是不要命的往下疯狂砸异能。上次发现的几个一次进化异能者也还活着，战力非凡，他们多日并肩作战，有了默契。风和火配合在一起，瞬间在场上卷起了爆裂的火海，冲天的火光舔舐着乌云，似乎要将它顶破。这就是人类的伟大之处，即使濒临绝境，但只要有一点点生存的希望，他们就会奋起反抗。希望如星星之火，燎烧着人们心中的无垠原野。异能者们呐喊着口号，誓死守护着人类亲手建造的堡垒。等最后一只丧尸消失在裂缝，黎明悄然降临，曙光散落大地，尸潮彻底退去。静静聆听着胜利的呐喊，我从人群中隐匿身形，消失在原地。轰！北部基地秘密通道里，我直接现身，将疾驰的军卡撕裂成两半。车里的两人狼狈地从里面飞了出来，连滚10几米远，淋血痛苦地嘤咛着，浑身上下娇嫩的皮肤几乎没一处完好。那条举着匕首刺伤我的胳膊被硬生生撕了下来，森森白骨暴露在空气中。下一秒，他就脸色惨白晕了过去。但我怎么会轻易放过他？我勾了勾唇角，抬手狠狠将他另一条藕白的胳膊也撕了下来。这条胳膊上一世偷走药剂害死了妹妹，也不该留啊！晕厥的林雪活生生被痛醒，望着我时眼中充满了恐惧。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以杀我，我是女主，我是女主。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喜欢麒麟？我可以让给你，我把它让给你。他嘴里发出尖利刺耳的叫喊，很吵，所以我直接卸掉了他的下巴。好好的生死之仇，敢给我搞成雌竞？管他雌的雄的，我都他妈一拳打爆！不远处的麒麟瞬间红了眼，他激进发狂，死死盯着我，浑身雷光大作。他像只濒临死亡的豹子，企图给予猎人最致命的一击，完成反杀。见此，我只是动动指尖，轻轻松松将他封锁在原地。人也好，异能也罢，通通无处施展。作为基地护卫队队长，你临阵脱逃，丢下队员和民众，你该死！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我也有。他狡辩，我不听，去死吧！我露出无辜的笑，粗糙的手温柔贴在他血淋淋的皮肤上，撕裂。连续3波的尸潮打得艰难，最后基地的外墙毁坏得非常严重。但万幸的是，异能者和护卫队折损不大，这也多亏了末世初期丧尸们的力量都还很微弱，即使成群结队，杀伤力还是不大。然而我却想起了未来几年北部基地即将迎来的大大小小尸潮，到了那时，每次的胜利都要靠异能者们前赴后继的牺牲才能换来。我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所以我想西迁。3次进化时，我的意识横跨大陆，亲眼看到南部和东部的陷落，所以只能往西部走，往藏区走，那里才是人类最后的生存之地。如果不趁着末世初期动身，等丧尸强大起来，就无法逃离了。基地负责人只思考了5分钟，就同意了我的决策。于是，北部基地的幸存者们开始了一场长途的艰难的向着希望之地的迁徙。我利用空间带走物资。人们开着车，拿着行李，浩浩荡荡地出发。经过漫长艰辛，长达小半年的跋涉后，我们终于抵达了西部。那是新纪元2年1月1日早晨6点，北部幸存者进入了西部基地，却错愕地发现里面早已人去成空，西部基地消失了。幸好在绝望前，有人找到了基地预留的信息，那是一个简单的坐标。大家循着坐标找过去，却被巨大的峡谷挡住了路。西部靠近板块交界处，几月前板块发生异常活跃运动，深夜人们熟睡时，一条大裂谷凭空出现，斩断了交通。而西部基地恰巧迁徙到了裂谷的另一端，隔绝了东南北区域的狮群。也就是说，裂谷另一端，在末世的废墟之上，有一个幸存者建立的基地安全矗立着，它是人类最后的希望堡垒。众人踮着脚翘首盼望时，我已经跟着坐标进行折叠跃迁。平静的藏区大地上，
坐落着一座高耸的钢铁堡垒。见到外来人凭空出现在面前，基地的守卫却并没有露出警惕的神色，他们面面相觑。一名守卫转身跑进了基地，其他的则纷纷激动地上前询问我的姓名。我叫沈瑜，是他是救世主，预言中的救世主出现了。守卫们敬畏地望着我，眼中透着狂热。我一头雾水不解地皱着眉，预言？哪来的预言？疑惑之际，一抹许久未见的小小身影从基地大门里飞奔出来。沈凌像只雀跃的小鸟，猛地扑进我的怀里。那头柔软的浅色短发已经长长微卷着散落在肩头，我紧紧将他搂在怀中，低头在他额间珍惜地亲了亲。这孩子已经6岁了，姐姐，你来接我了。我来了，我说过我一定会来的。柔软的小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庞，温柔地拭去眼角的泪水。沈凌的父母身着军装，站在不远处，露出和蔼的笑，邀请我进了基地。小凌，你是预言者？不是呀。干净的休息室内，沈凌天真烂漫地倚在我怀里晃着小腿。虽然他否认了，但基地一路走来，我却听说了不少他预言成功的神迹。譬如5个月前他预言 H 市会有陨石坠落，譬如4个月前他预言西部会出现裂谷，譬如3个月前他预言尸潮将会爆发，譬如2个月前他预言有个叫沈瑜的救世主会出现在基地外。桩桩件件纷纷应验，还拯救了西部基地。沈凌成了幸存者中神奇一般的存在。然而现在沈凌说他不会预言，那只剩下一种可能，他和我一样重生了。这次沈凌没否认，上辈子我死后灵魂就一直跟在姐姐身边，所以知道了爸爸妈妈在西部基地。可是后来姐姐也死了，我就醒了。提到死亡，怀中的孩子害怕地死死搂住我的脖子，不愿松手。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后背，想起了前世临死前看到的那抹小小的身影，原来真的是妹妹。妹妹那10年来竟然一直陪着我，所以你当时愿意离开我回西部基地，是为了说服他们在裂谷出现前迁移到西部基地。我说我是预言者，他们才会相信我。沈凌脸颊微鼓，圆溜的眸子微微眯起，像指邀功的小猫骄傲地翘起了尾巴，一颗糖塞进他嘴巴。我好笑地捏了捏他脸上软乎的肉，内心变得柔软。那你怎么撒谎我一定能赶来找你？这个上辈子可没发生。我没撒谎，我看见了。他那月牙似的眉下眼睛极亮，带着笃定。看见了。我看见你变得好强，把那2个坏蛋都打败，然后我们赢了，大家都活下来了吗？活下来了。在沈凌的预言里，人类活下来了，未来的结局改变了。我回到裂谷另一端，利用折叠建立了通道，一小批一小批地将人带过去，从天黑到天亮到天黑，总算完成了迁徙。幸存者们站在完好的西部基地大门前，纷纷相拥着激动落泪。我将那些从基地带走的以及沿途收集到的物资一并上交，大大增加了物资的保障。西部基地开垦了田地种植粮食，还清剿了丧尸，开始小范围的畜牧养殖。基地里的资源足够所有剩下的幸存者存活。安顿好大家，我马不停蹄地朝基地的研究院跑去。原书中，女主林雪锲而不舍研究的东西叫逆转药剂，这也是人类解放的终极希望。它能修复被病毒异变的基因，实现从丧尸变回人类的惊天逆转。只可惜，直到人类灭亡，它都没有实现。不知道西部基地能不能做到。走进基地时，研究员们都穿着白大褂，低头兢兢业业做着研究。等发现我来时，大家又纷纷停下手头的工作围了过来。为首的院长满头白发，也过来激动地和我握手。我将关于逆转药剂的设想讲了出来。众人沉吟片刻后，爆发了激烈的讨论。听说北部基地曾经无意间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泉水，能改变病毒结构。只可惜基地毁坏了资料，也没能带走。我默默从空间里拿出几百瓶装在试剂瓶里的灵泉水。听说 H 市曾经有陨石降落，原本可以借此研究丧尸病毒的来源，只可惜它不知所终。我默默从空间里拿出被装在真空箱里的雷火陨石。听说丧尸里出现过有智慧的一种，只可惜搜捕了好久都没抓到。我默默从空间里拿出丧尸王的尸体和切开的半颗头颅。研究员们如获至宝地接过研究材料，泪眼汪汪望着我。救世主，妹妹，你不会是什么末世文金手指大开的女主吧？面对众人的狂热，我摆摆手不知从何解释，但他们口中这句女主倒是令我想起某2个人来。
从研究院跃迁到千里之外的北部基地，又跃迁回来。2个绑得死死的人被狠狠扔到地上，他们的疯狂扭动着，低吼着。众人沉默着，拧着眉头判断地上的是否还可以称之为人。虽然他们似乎还保留着理智，但身体早已像丧尸般高度腐烂，皮肉大片大片掉落，露出发黑流脓的内脏，脸只剩一半，下巴也脱落，嘴里不断涌出黑血。他们看着已经不算人，勉强算是半人半尸。这是我专门为西部基地准备试验对象，当初我没杀他们，只是把人扭断手脚扔到北部基地里封锁住，轻而易举杀死，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麒麟、林雪，就用你们残余的生命来为人类提供最后一点价值吧。我不顾地上2人绝望的低吼，决然转身离开。新纪元第3年，我带领异能小队辗转裂谷两端，我们在东南北区域搜寻散落的幸存者，收集物资，还找到了不少坠落的陨石。新纪元第4年，人类中进化异能者的数量不断增多，我们齐心协力，在破败的人类基地上又重新建立新的基地。新纪元第5年，逆转药剂研发成功，我们游走在丧尸群中，大批给他们注射药水，安置在新建基地中。新纪元第7年，最后一只丧尸消失，末世结束，人类历史进程得到延续，人类迎来了胜利的大结局。我将重新恢复成人类的麒麟和林雪带回到当初的北部基地。沈鱼姐姐，我错了，你放过我，放过我。沈鱼，你个贱人不得好死，你只是个小小的反派，而我重生后第一个就弄死你。啪嗒，烈烈风声中，他们从城墙上跌落，摔成一滩烂泥。世界没有崩塌，时间线没有回溯，没有人再重生。黎明的曙光从地平线上乍现，前方是光明的未来。我笑着坐在城墙上，吹着旷野的风。我才不是小小反派，我是末世最强反派。